由于贺远江和韩美琴都是二婚，而且两人又在海外生活多年，所以这次婚礼的流程相对华夏本地的规矩来要精简许多。两人也没有迎亲发嫁的流程，就是直接在酒店迎接宾客，然后再及时举行婚礼。邀请的宾客也不算多，除了双方的子女、挚友之外，还有贺远江在金陵财经学院的几名同事。叶晨这个证婚人的工作内容也不算多，主要就是一个主持人的工作。于是叶晨一日一早便带了一身西装出门前往白金汉宫。之所以带着西装而不是直接穿着，主要也是不想让老婆萧初然知道自己来参加韩美琴的婚礼。来到白金汉宫的空中花园，还没到宾客到场的时间，贺远江正在这里跟工作人员一起忙前忙后。见到叶晨，他主动上前道：叶晨，辛苦你了，这么早就过来。叶晨见他神情有些憔悴，便关切地问道：贺叔叔昨晚没休息好？贺远江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保罗的叔叔昨天晚上在家里闹了一夜，弄得我跟你韩阿姨是心力交瘁。叶晨好奇地问：保罗的叔叔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从美国飞过来，跟你们闹什么呢？贺远江道：他想从保罗手里把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业务分割出去，说白了就是来分家产的。叶晨皱眉道：既然史密斯律师事务所是保罗的父亲和韩阿姨一手创建，保罗的叔叔有什么资格分割？贺远江感叹道：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当时他们创立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，保罗的爷爷曾经资助过一笔启动资金，而且也动用了一些人脉来帮助他们。他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天使投资。现在保罗的叔叔觉得保罗已经离开了美国，等于事实上离开了史密斯家族，再加上你韩阿姨要跟我重新组建家庭，所以他觉得保罗不能把整个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全部都带走，必须把美国那部分切割出来交还给史密斯家族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：史密斯家族的主业是做什么的？是不是现在家道中落了？贺远江道：我听你韩阿姨说，史蒂夫家族本身就是律师世家，保罗的爷爷就是一个知名大律师，不过这个人虽然专业能力过硬，但并没有出来创业，而是在一个美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做到了高级合伙人，然后就成了美国一些名人政要的私人律师。保罗的叔叔也走了跟他一样的路，不过老爷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。叶晨点了点头道：估计是家道中落，想从韩阿姨和保罗这里争取些利益，这种人也不用太搭理，既然赶在这个档口来了，就邀请他参加一下你和韩阿姨的婚礼。婚礼结束之后，你们就出去度蜜月了，他爱去哪去哪，爱干嘛干嘛，不理会就是了。贺远江点头道：我和你韩阿姨暂时也是这么打算，但他如果赖着不走，估计保罗就要头疼一些了，而且他这次想来不会轻易被打发走。叶晨笑道：不爱的贺叔叔，这是金陵，不是美国，大名鼎鼎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来了，不也得跟咱客客气气的吗？何况他一个无名之辈，放心吧，真敢找麻烦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说着，叶晨问他：你和韩阿姨邀请他参加婚礼了吗？贺远江道：我是不想邀请，因为这哥们一看就是来找茬的，再邀请他到婚礼上来等于引狼入室，但人家既然来了，出于礼貌，我们肯定得邀请一下，而且他本身就是听说了婚礼的事情，所以才赶过来的。就算不邀请他，估计他也会不请自来。他也答应了今天会来婚礼现场，昨天夜里保罗安排他在白金汉宫住下了，估计上午会来，但我估计来了也肯定会借机找茬。叶晨点点头道：没事，让他来，只要他敢在这里放肆，自然有人能治他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我一会儿打电话让史蒂夫再来一趟，金陵这些人不认识史蒂夫，他肯定会认识。贺远江下意识问：这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叶晨笑道：他来金陵就是当孙子的，好不容易有机会当一次大爷，他肯定求之不得。贺远江稍放下心来。叶晨又问：对了，贺叔叔，韩阿姨和保罗
知秋他们呢？贺远江道，在化妆间做造型，知秋今天做伴娘，保罗当我的伴郎。挺好。叶晨点了点头，笑道，放心吧，贺叔叔，今天的婚礼一定会圆满礼成。两人说话间，身穿洁白婚纱的韩美晴在贺知秋和保罗的陪伴下，从后面的梳妆间走了出来。见到叶晨，贺知秋非常客气地说道，叶先生好。叶晨微微点头示意，一旁的保罗明显有些紧张拘谨地说道，叶先生您好。叶晨见保罗不太自然，猜出他应该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一时间还有些不太适应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保罗，你怎么还拘谨起来了？保罗忙道，没有，我是昨晚听我妈聊起您，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。叶晨微微一笑，说道，不用在意太过，大家都是朋友。是，保罗连忙点头说道，您说的对，都是朋友。韩美晴这时开口道，过会儿宾客就该到场了，老贺咱们去门口等着迎宾吧。好。贺远江点点头，对叶晨说道，叶晨，我们出去等着迎宾，你们三个聊。叶晨点头道，好的，贺叔叔，您先忙。贺远江与韩美晴挽手走到大厅外，保罗看着叶晨，小声说道，叶先生，我妈说您是燕京叶家的人，是真的吗？叶晨笑着问他道，韩阿姨说的话你还怀疑啊？保罗道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，现在看来不用确认了。叶晨笑道，我的身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情，以后韩阿姨会负责新公司的法务工作，到时候如果忙不过来，就临时征召你的律师事务所，你可不许推脱。那没问题，保罗毫不犹豫地说道，整个史密斯律师事务所随时为您效劳。很快，现场已经开始陆续有少许宾客前来，叶晨也换好了西装，在现场等着婚礼的正式开始。就在宾客到了大半，现场气氛一片和谐的时候，一个金发的美国人迈步走了进来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我还以为贺教授人脉不错，没想到他的婚礼就只有这么少的客人，就这么点本事还想迎娶我嫂子，难道是打定了主意婚后要吃软饭吗？